Hello， 大家好，我是达尔。今天这部影片我们要来聊《艾尔登法环》的黄金树幽影 DLC。究竟在正式进到 DLC 以前，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提前准备的呢？在这一次的 DLC 里面，究竟又更新了些什么内容？我会在这部影片里面一一为你们解答。首先，《艾尔登法环：黄金树幽影》的 DLC 推出日期是6月21日。然后你想玩 DLC 一定要有本体，毕竟它是 DLC 嘛。然后这次法环的 DLC 会是它唯一一个推出的 DLC。虽然 From Software 过去一些作品，像是《黑暗灵魂3》也有推出过多个 DLC， 但法环就只有这么一个 DLC。不过大家也别急着难过，因为英高老贼有说了，这个 DLC 会是他们制作过的所有 DLC 里面体量最大的一个 DLC。不过老贼这一次并没有说艾尔登法环的 DLC 可游玩时长到底有多长，因为他上一次说艾尔登法环的本体30个小时就可以通关，结果30个小时有些人可能一个 BOSS 都还没有打过呢。不过据老贼所述， DLC 的可游玩地图大小大概会跟尼姆格夫差不多或者略大一点。我自己当初在探索尼姆格夫的时候可是花了30-40个小时左右，所以我也预期这个 DLC 的内容大概会有30个小时以上的可游玩时长。没错，比英高当初预期本体的时长还要长。而 DLC 的可探索内容当然不只是大世界的探索，也会跟本体一样包含了一些地下城的挑战以及箱庭地图的探索。From Software 过去的所有 DLC 一向都是诚意十足，像过去血人诅咒的猎人或者黑魂3的环城，其实都加入了比较复杂的新区域跟更多更具挑战性的 BOSS， 也深化了对比本传的叙事体验。法环这次的 DLC 当然也不例外， DLC 的故事会围绕在米凯拉身上。米凯拉是玛伊卡跟阿达冈的孩子，在出生之后就受到了永远无法长大的诅咒，而后因为黑道阴谋之夜发现了黄金律法的缺陷，选择背弃黄金律法，建造自己的圣树王国。然而可能是为了维持这个圣树，米凯拉选择在圣树里面沉睡，谁知道却被鲜血王蒙格给掳走了。而后马埃尼亚为了寻回哥哥米凯拉，爆发了一场跟碎星的超级大战。很可惜马埃尼亚搞错了对象，而且至死都没有等到米凯拉的回归。如果你有完成法环本传的所有探索的话，应该会在游戏后期找到鲜血王蒙格，以及被蒙格掳走却还在沉睡的米凯拉。不过即便在本传的最后打倒了蒙格，米凯拉都还是会处在沉睡的状态。 DLC 的故事也将从此处开始延续本传的故事，我们会来到一个被黄金树遮蔽的暗影之地，了解更多关于米凯拉的相关故事。而这个 DLC 的解锁前置条件就是必须要打倒我们前面有提到的碎星拉塔恩以及鲜血王蒙格之后才可以进去。击倒鲜血王蒙格之后，触碰他身后可能是米凯拉的手吧，反正触碰这颗蛋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到 DLC 的新内容啦。完全的幸存者就是1等刚创游戏的褪色者是没有办法直接进到 DLC 的。然后官方给的 DLC 等级建议是120到150等，那毕竟也是在打完鲜血王蒙格之后才可以进去的地图，所以一般玩家到这个时候等级应该也不会太低。当然，如果你有旧存档的话，不论你在第几周目，只要你有完成前面提到的前置敌人的击倒，就可以进到这次的 DLC 啦。在全新地图的探索，当然也会有全新的敌人。我们会在 DLC 里面遇到各种不同种类的敌人，以及挑战至少10只以上的 BOSS 战。那这边我把官方有公开的一些 BOSS 也简单分享一下。首先是这个神兽武师，这个 BOSS 给我的感觉跟本传的野兽祭司有一点点像，感觉一样非常灵活，而且还有这种扫地的大范围攻击。再来是这个，我不确定它叫什么名字，好像叫罪恶战争吧。它不论是体型还有行动，攻击范围看起来都非常大，感觉上有可能会跟原作的火焰巨人有一点点像。再来是我们封面就有看到的一个敌人穿刺者美瑟梦，从他坐在王座的样子，很多人也推测他身为半神，也是玛丽卡的其中一个孩子。在战斗的时候，他会使用火焰攻击跟一个看起来攻击范围比较大的长柄武器。作为封面人物，我猜他的挑战难度应该也是会比较高的，有可能会跟我们本传的马耶尼亚差不多，是会让玩家跃跃欲试，想要重复挑战的对手。最后在官推上也有发布一些看起来像是敌人的图片，包括一个看起来像是受到恶兆诅咒的生物，一个穿着像是星照图，可能是点火信仰的敌人，
还有一个身穿精良盔甲的骑士，不错，他身上的装备应该是可以掠夺的。我也已经可以预期在这些 DLC 里面出现的敌人会有多困难、多有挑战性了。毕竟这些可是120等以后才要进行的挑战啊，本传的后期敌人强度很有可能是不会有他们高的。英高也在其中一段采访说过，会有这种非常困难的敌人。不过这些敌人并不是你必须要挑战过才可以通关 DLC 的。那除了新敌人以外，当然也推出了很多的新装备。官方的公告有说推出了8种全新类型的武器。目前我有看到的有看起来跟玛雅尼亚很像的这个长柄刀，还有看起来像是单手斧的武器，不过这个斧头是可以丢出去的。一个看起来可以使用居合斩的逆双刀，一个像是喷火器一般的武器，还有拿盾牌刺人的这种武器。总共的装备加武器数量，据说是新增了100款以上。最后我有找到这张有玩家爆料出来的8种类型的新武器。不过实际究竟如何，还是得等玩家亲自到游戏里面体验才会知道。当然，除了武器装备以外，也新增了法术以及战徽效果。目前我看到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熔炉骑士铜管的飞行技能，推出之后，大家终于可以完美变装熔炉骑士啦。除了新装备、法术、战徽以外，为了面对这些强度更高的敌人，老贼还是施舍了一些灵命。在 DLC 里面，我们会有一个专用的强化系统。幽影地的祝福，通过在大世界探索获得一些幽影树碎片或者贵人灵灰，玩家可以在伺服处使用它们来提升自己造成的伤害以及减少受到的伤害。不过这个祝福是没有办法带出 DLC 之外的，只有在 DLC 的地图里面才会给自己有加成。最后 DLC 的完成是不会影响到我们本传结局的选择的，反过来说，本传的任何选择也不会影响我们在 DLC 的表现。在幽影之地发生的事情会留在幽影之地完结。银河表示，虽然没有像本传结尾一样跑工作人员的这种画面，但是 DLC 的破关也会有它专属的演出，会让你在通关 DLC 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感觉。好啊，那以上就是目前关于法环 DLC 所有我们知道的内容。虽然英高确实表示这会是唯一一个法环的 DLC， 但是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像是 From Software 的黑暗灵魂可是都推出了3部曲呢，没准后面也来个法环3部曲。最后大家也可以在正式进到法环 DLC 以前，回到本传里面复健一下，毕竟 DLC 的敌人强度可不是盖的呢。如果你是完全的新玩家的话，我不久前也做了一个法环的完全新手指南。好啊，那关于黄金树幽影 DLC 的内容我们就先聊到这边。你对法环的 DLC 有什么期待吗？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看完喜欢的话，也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是达尔，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